知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误会它的地方。一出车站，先是历史人物，气氛也很有分量。本来以为接下来会是一趟偏历史的散步，结果没想到这一天几乎都是一路吃下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米塔世界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四国的高知县。本来以为这里会先被历史感记住，结果真的走一圈之后，反而发现最强的记忆点几乎都跟吃有关。我们一到高知站，先被满满的面包超人角色包围，那种感觉很直接。还没开始逛，就先觉得这个城市对人蛮亲切的。但一走出车站，气氛又马上换掉。前面3座很醒目的雕像，是高知很有名的土佐三子。刚刚还是面包超人的可爱感，结果一出站，气氛就完全不一样。高知的第一印象反差真的蛮强的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红人市场。如果想很快感受到高知在地的生活感，这里算是很直接的一站。一走进去，就会看到很多当地人在吃饭、聊天，聚在一起，完全就像是来到了一座迷你不夜城。我们来这里最期待的就是高知很有代表性的嘎吱窝大大吉。如果对嘎吱窝不熟，可以先把它想成是常被做成柴鱼片的那种鱼。如果刚好遇到现场炙烧，真的会想停下来看，因为它不是那种安静的在后面处理，而是火一升起来，整个画面和味道都一起冲出来。高知很有名的搞烧做法，是用稻草和高温快速炙烧嘎吱窝外层，所以你吃的时候，外面会先有一层明显的焦香，里面又还保留比较深的口感。它吃起来最明显的地方是，第一口先是炙烧过后的烟香，后面鱼肉本身会慢慢带出一点甜味，外层有焦香，里面还保留偏深偏嫩的口感，这个反差感很明显。接着我们来到雨屋金次郎。一开始听到主打的是地瓜条的时候，老实说我本来没有想象它有多厉害。但高知的 Imo Kenbi 吃下去之后，最先记住的不是甜，反而是外层那个很利落的脆感，咬下去比想象中更硬一点，后面地瓜的甜味才慢慢出来。而且店里不只有基本款，还有很多从 Imo Kenbi 延伸出来的甜点跟冰淇淋。本来只是想买一包，结果逛一圈之后，货物篮就很容易装越来越多。晚餐我们来到千秋，吃高知很常被提到的在地料理砂锅拉面。它一上桌，热气就一直往上冒。在外面走了一整天之后，这种热度会让人感觉蛮舒服的。味道整体就像是把日本拉面和砂锅面结合在一起的感觉。汤底是鸡骨和酱油，味道偏浓，但不是那种很重咸的压力感。吃饱之后，
我们来到这次入住的欧摩期。欧摩系列很多人都不陌生，但高知这一间最有记忆点的，我觉得是在晚上。这里每天晚上9点都有 Yosakoi 表演。Yosakoi 是高知很有代表性的祭典文化，而且最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表演里会看到很多节奏感的舞蹈，还有 Yosakoi 很有代表性的鸣子声。最好的地方不是只有坐着看，而是现场会让大家一起拿名字参与。原本只是想说回饭店休息一下，结果最后又被拉进今天高知最热闹的一段。个人觉得这是最特别的体验，因为不用卡在祭典季来，也可以在饭店里感受到高知夜晚本来会有的热闹。另外，早餐也是一个重点，因为这里可以吃到新鲜的katsu gohan。前一天中午才刚记住那个味道，结果隔天早餐又再次遇到一次。到这里真的开始觉得高知也太会用吃的让人记住它了吧。本来以为高知最先会被记住的是它的历史感，但真的走完这一天之后，反而发现最有记忆点的几乎都是吃的。从市场、小吃到晚餐，高知真的很会用味道把人留下来。最后再用一场 Yosakoi 把这一天收起来，感觉就很完整。那么这次的高知之旅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